猫咪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竟然飞到了天上。此时的他一脸蒙圈，没想到自己打个瞌睡的功夫，就被这2个老六给弄上了天。难道就不考虑一下本喵的感受吗？原来今天是小哥女友的生日，小哥特意租来一架飞机，打算给她一个惊喜。可他们却没想到飞机上还隐藏着另一位乘客。随着滑翔机在跑道上不断加速，飞机缓缓升到了半空。小哥一脸专注地驾驶着飞机，坐在一旁的女友则是激动地欣赏着风景。毕竟第一次乘坐私人飞机的感觉还是有些小兴奋。然而此时飞机的机翼上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的身影，刚被大风刮醒的他脑袋里还是懵懵的。猫咪好奇地探出脑袋查看情况，结果往下一看，可把自己吓了一跳。这一刻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马上牢牢地抓紧机翼，生怕一个不注意就被大风刮走了。而此时正在交谈的2人还没发现这位特殊的乘客。猫咪不断地摇晃着小脑袋，仿佛在确认是不是自己还在做梦。明明自己只是打了个盹，怎么就飞到了天上呢？不明所以的猫咪不断朝着四周观察，似乎在确定着自己的位置。而就在此时，小哥意外发现了猫咪，突如其来的一幕把他吓了一跳，脑海里思考着这只猫是什么时候上来的。为了防止女友的尖叫吓到猫咪，小哥并未将此事告诉对方，而是尽量克制自己保持平静。出于对小猫的安全着想，小哥决定调转航向准备降落。而此时身旁的女友还没有发现异常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头上还有只猫盯着自己。小哥时不时抬头看一眼，他很担心猫咪会因为乱动而跌落下去，但没想到小猫却很懂事，它紧紧地趴在机翼上一动不动。估计猫咪也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坐一把飞机。不久后，女友也发现了小猫的存在，她询问小哥：“猫咪是从天而降吗？”小哥告诉女友千万别去惊扰猫咪，不然它很可能会掉落下去。在天空翱翔了一圈的猫咪似乎已经喜欢上了这种感觉。小猫一边吹风一边欣赏着前方的风景，在小哥熟练的操作下，飞机很快就回到了地面上。猫咪一副享受的样子，目视前方，估计这次的经历能让它吹一辈子了。最终飞机稳稳地降落在地面上，可猫咪却丝毫没有下来的意思。无奈小哥只能起身准备将它抱下飞机，但猫咪却自己跳了下来，看样子是有些生气了。好在小哥沉着应对，才将一场危机化解。希望每个生命都能被认真对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在日本有一家特别的便利店，因为这家店唯一的店员是这只柴犬，并且还身兼店长和收银员，秉承自己的狗粮自己挣的理念，小柴开启了自主经营之路。平时只要有顾客前来买东西，他就会像人一样后腿站立，并且用鼻子和小爪熟练地打开窗子，热情招待顾客。据说这只柴犬出生10个月左右就开始帮主人看店了，现在已经完全从主人手中接管了这家便利店。在这只柴犬很小的时候，主人就发现它对经营便利店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，索性主人就将所有的物品价格记在本上，然后将每种商品的形状和样式反复交给狗狗看。通过多次严格的训练后，小柴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掌握销售基本技能。由于便利店本身赚不到太多的收入，于是主人脑洞大开，直接将小店交给了狗狗来经营，而自己白天出去工作，晚上回来清点一下账目。从主人手中接过便利店的小柴也十分用心，平时没有生意的时候，他就乖乖地趴在收银台休息，只要有人按下门铃或者敲敲窗户，小柴就会第一时间内打开窗户，并且面带笑容地迎接顾客。如果顾客在店里买了东西，小柴还会主动上前求摸摸。奇怪的是，他并不喜欢吃肉，最爱吃的居然是黄瓜，因此很多顾客会经常带根黄瓜来看他。虽然狗狗已经懂得基本的经营之道，但毕竟是动物，它目前还没办法分辨钞票的具体数额，所以前来买东西的人只能自备零钱，给多少也全靠顾客自觉。但从开店到现在，账目上不但没少收1分钱，而且还多出许多。原来很多顾客将找不开的面纸直接当成小费给他买罐头吃了。小柴热情的5星服务得到了顾客们的喜爱，于是大家将他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，引来全世界的网友纷纷点击观看。结果没想到小柴凭借自己看店卖东西的本领火遍了全球，并且还吸引到了一大批游客前来看望他。据统计，高峰时这家便利店每天至少有2000以上的人次，而销售额也是一路飙升。主人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家的狗狗不但出了名，还把便利店经营的风生水起。现在这家不起眼的小店已经成为了众多游客的打卡圣地，真是万万没想到，狗狗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逆袭。看来小柴没有一口狗粮是白吃的。你家的狗狗拥有哪些神奇技能呢？这只猫几10天内竟对主人发起了数千次攻击，前一秒它还安静地蹲在一旁，可下一秒突然就对着主人发起攻势。幸好一家人提前做了防护，这才避免被它锋利的爪子所抓伤。几番快速攻击后，无毛猫转身钻进了沙发下面，小哥被吓得马上将双腿缩了起来。刚反应过来的蓝猫从沙发上跳下，
他先是看了一眼主人，接着对着无毛猫发出嘶吼般的警告。沙发上的几人刚松了口气，这时无毛猫再次发起了进攻。他迅速从沙发下面冲了出来，先是一把撞开蓝猫，接着一个跳跃直接扑到了小哥的大腿上。受到惊吓的小哥不断抖动着双腿，可仍无法摆脱他的进攻。好在此时蓝猫及时冲了过来，将他赶到一旁，但他并未放弃对小哥的进攻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蓝猫再次挺身而出，与怒火中烧的无毛猫厮打在一起。蓝猫的气势压迫还是让他有所忌惮，虽然嘴上骂骂咧咧，但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后退着。见蓝猫一直挡在中间，最终他才放弃了进攻的念头。随后小哥仔细检查了一下伤口，尽管自己穿得很厚，但大腿上还是留下了一道抓痕。为了防止他再次伤人，小哥将无毛猫送回了专属的私人房间。可一只猫为什么会平白无故的攻击主人呢？两位老人告诉我们，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，自己的大腿经常被它抓伤，而这片淤青则是躲避它攻击时不小心摔伤的。最糟糕的是大叔，因为他的整个头部经常受到猫咪的攻击，并且脸上也被抓伤了很多次，老两口实在没办法，只能专门让出一个房间将他关在里面。每次帮他清理房间卫生之前都要进行全副武装，稍微不注意就得挨上一顿喵喵拳。平时就连开个门都要小心翼翼的，生怕他窜出来攻击自己。令大妈比较欣慰的是，家里还有一只蓝猫很懂事，每次无毛猫攻击两位老人时，蓝猫总是会站出来保护主人。大妈说这只名为小五的无毛猫是几年前收养的，之前的性格一直很好，但现在它的情绪变得反复不定。既然猫咪的性格如此凶悍，可为什么两位老人还要坚持养着它呢？原来几个月前小五产下一窝小猫，由于没有太多的经验，几只小猫出生不久便夭折了，而小五也变得异常暴躁，经常会无故攻击自己的幼崽。为了剩余3只小猫的安全着想，于是主人便将小猫全部送给了他人照顾。从那以后，小五性情大变，动不动就会对主人发起攻击。或许他认为主人剥夺了自己做母亲的权利，但对于小五的遭遇，主人也十分难过。出于对他的同情和愧疚，两位老人并未将他送走，而是选择默默地承受这一切。但长期以往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迫于无奈的主人找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在观看完视频后也表示很惊讶，因为正常情况下猫咪不会选择特定的目标进行攻击，或许它是将失去孩子的痛苦怪到了主人身上，这才导致它有目的性的攻击。专家建议为猫咪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，这样可以帮助它舒缓内心的痛苦。第二天，主人为它买来一个铁笼，在里面放了很多小五喜欢的玩具，并且在食物中添加了缓解情绪的药物。当小五吃完饭后，大叔还特意为它播放一些轻音乐，用来帮它缓解压抑的心理。果然，在专家的一番指导下，小五的情绪变得平静了下来，开始慢慢恢复往日的温顺。相信不久后，小五很快就能走出心里的阴影，或许多一点宽容和理解，很多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敢当众凶法国第一夫人，一身红色卷毛屌炸天。她就是第一只出生在法国的大熊猫圆梦王子，虽然脾气暴躁，却备受宠爱。2017年12月4日，中法两国第一夫人共同为其取名圆梦。作为首个诞生在法国的大熊猫，它的出生可谓是备受瞩目。圆梦的父母是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的旅法大熊猫圆仔和欢欢。在2017年8月4日，大熊猫欢欢在博瓦勒动物园里生下了小圆梦。没想到刚出生的熊猫幼崽粉粉嫩嫩，长得和小老鼠一样。为了帮小家伙检查身体，饲养员使出了各种花言巧语，想从熊猫妈妈手里把幼崽取走。可聪明的熊猫妈妈把孩子搂在怀里，就是不肯松手。无奈之下，饲养员只好拿出了他最爱吃的小零食。趁熊猫妈妈贪吃的时候，一个不注意就把孩子给偷走了。当他还沉浸在美食中的时候，饲养员已经将小圆梦放进了保温箱。刚生的小圆梦体重还不到200克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家伙30天之内的变化。看到一堆光圈，不确定是不是这里。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，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，擦拭我的脑袋，没有机会返回去。1个月之后，小圆梦已经顺利换上了黑白马甲，而熊猫妈妈对这个小王子更是宠爱有加，几乎除了吃饭时刻都要把孩子抱在怀里。可随着小圆梦的逐渐长大，大家发现这家伙居然长了一身粉红色的小卷毛，难不成是入乡随俗了吗？由于他的毛发呈现淡淡的酒红色，网友调侃小圆梦肯定是在法国偷喝红酒，但实际上这种浅红色是因为熊猫妈妈爱的表现。因为熊猫妈妈经常帮孩子舔舐毛发，唾液中的酶被氧化就会出现这种红色。不过正是这身与众不同的毛发让它成为了公众的团宠，甚至连法国第一夫人都亲自跑来探望。但脾气暴躁的小圆梦显然没给对方面子，这一副奶凶的模样惹得现场嘉宾哈哈大笑。可没想到一身反骨的小圆梦却因此收获了大批粉丝。在小圆梦首次与公众见面的那天，粉丝们早早就在动物园门口排起了长队，可见小家伙当时的人气有多高。几个月的小圆梦已经加入了海外挖煤小分队，每天洗8遍，身上却还是脏兮兮。可即便如此，也丝毫不影响粉丝们对小圆梦狂热的喜爱。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动物园打卡，
这个阶段的小圆梦十分调皮，对于外界也有着强烈的好奇，而熊猫妈妈对此也是操碎了心。小家伙仿佛是有用不完的精力，总是喜欢到处爬来爬去，大家经常会看到小圆梦各种搞笑的名场面。由于这时的小圆梦还没有完全掌握攀爬的技能，所以摔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。每次看见孩子要做危险动作，熊猫妈妈都赶忙上前阻止。然而调皮的熊孩子非但不听老母亲劝阻，反而还闹起了脾气，眼瞅着自己就要挨揍，小圆梦也是很识相的选择了溜走。不过一转眼的时间，他又给游客们表演起了自己的后空翻。在粉丝们密切的关注下，小圆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长大了。现在他早已褪去那身潦草的毛发，就连颜值也翻了一番，俊俏的模样越来越像熊猫妈妈。但唯一没变的是，小圆梦还是像小时候一样活泼好动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目前小圆梦已经是5岁的年龄了。根据中国大熊猫对外租赁条例的规定，在海外出生的大熊猫要在3到4岁时返回中国。博瓦勒动物园发文称，小圆梦将于7月4日返回自己的祖国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它的归来吧。